数十万死伤志愿军的鲜血，在北朝鲜今天的课本里一个字都不提，而我们去帮助那个国家，没有一丝感谢之情。到今天，这个政权不但不感谢我们，还在跟我们闹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抓我们的渔民，还给我们捣乱。当时就是由于他们捣乱，没有解放成台湾，那里的人民生活的什么样子，大家都清楚。所以一场战争中间会有很多英雄，之后会有很多说法，但是最终历史会给出公正的评价。我志愿军战士创造全新战术，智斗匈奴虎豹，被列入各国军事教材里的一个战术，叫做反斜面战术。世界的战史里都没有过。战争结束，才知胜利代价高昂。数以10万可能更多的志愿军战士回国以后得了心肺病。比肉体的折磨更可怕的是命运的不公。我军被俘的25000志愿军，19000人自愿去台湾，还剩6000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帝国主义的衣服都不要，赤身裸体回到我军一方，全部被开除了军籍，开除了党籍，永远也找不到工作，然后不停地被迫害。这个我对武器战争非常感兴趣，所以这次开始说战争。这一期呢，先讲讲跟我们自己这个息息相关的一场战争，就是朝鲜战争。新中国成立不久，就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1950年夏，朝鲜内战爆发，美国迅速以武力干涉朝鲜的内部事务。不久，又组成一支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他们越过38线，把战火一直烧到中朝边境。同时，美国的第7舰队开到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朝鲜局势危急，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这是历史课本说的。我就不再讲朝鲜战争整个的这个过程等等，因为大家都很了解。我讲些我觉得朝鲜战争里边比较值得讲的几个点。首先说一个因为我们的历史课本里一直是教做说李承晚这个反动政权，或者叫南朝鲜南韩吧，这个首先挑衅进攻，然后如何我们最后保家卫国参加了朝鲜战争。这件事儿我觉得先澄清一下，这个完全不是由南韩挑起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由北韩做了充分准备这个挑起的朝鲜战争。我就叫北韩嘛，因为我可以少说一个字儿，我倒没有什么立场问题，说北朝鲜也可以，但是北朝鲜不是多一字儿吗？我说2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这一定是北韩挑起的。第一呢，朝鲜战争是6月25号这个爆发的，朝鲜战争爆发的第2天，南韩首都汉城就被北韩军队占领了。所以说，如果是南韩先发起的挑衅的战争，大家试想一下，南韩进攻北韩，结果第2天自己首都被占领了，这个事儿不太合理。第二一个呢，双方的军队的装备、军事素质、指挥素质是不能比的。先澄清一点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南韩那儿并没有美军，因为当时美苏都已经撤军了。美苏是2战的时候划定分界线的时候，以38线划定说受降区，38线以北的在朝鲜的日军，韩国的日军由苏联受降，38线以南的由美军受降，所以由此38线本来是个受降分割区。那当然了，美军受降区就扶植了一个美国扶植的政府，李承晚政府，然后这个北方的这个苏军受降区就扶植了共产党的政府，就是这个金家，大家都无比熟悉的金家政府。这个金日成同志说了一口东北大碴子话，因为他好多年实际上是生活在中国东北，长白山什么之类的。北韩呢，因为有中苏的支持，主要是苏联的支持，中国是暴打。在战争爆发之前呢，金先生，就咱别金先生了，金老大，金一吧，他是应该叫金一嘛，因为不是金一、金二、金三，金日成同志吧，这个向我们要了一些东西，当然也是应该的，因为在我军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实际上
东北战场最先胜利，而且四野是就是原来的东北野战军，后来叫四野，是我军最强大的一个野战军，战果也最辉煌。四野的迅速胜利和我在东北背靠北韩是有重大关系。北韩当时向我东北解放军四野提供了大量的支援，包括医药啊等等啊，各种后勤的支援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共产党嘛，兄弟党。所以呢，当我们胜利了以后呢，北韩说你统一了国家了，是不是也该轮到我了呀？我也来比划两下。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我军把东北军里面东北野战军跟东北军区里面的朝鲜族的战士官兵吧，其实包括将军都有，包括他们的主力的指挥官有不少都是由四野调过去，而这些军队是身经百战的，这些军队是经历了几年的解放战争，甚至有的更久远的经历过更长的战争的锻炼，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都调给了北韩。所以北韩军队有非常优秀的素质，有装甲师，有坦克，而坦克还不错，有特34。南韩呢是一堆警察什么训练很一般的一堆乌合之众，没什么这个真正能打仗的部队，而且整个南韩军队连一辆就是这辆坦克但是这不是那个当时坦克这是苏联的 T34 不是，这苏联的 T54 T55我们仿制以后在我们这儿叫59式，这朝鲜战争说没这坦克，大家别被误导南韩军队里一辆坦克也没有，基本上属于没什么战斗能力，再加上他那儿也没有驻扎美军，所以导致突然袭击，开战第二天就把汉城占领了汉城这个地方我相信很多人去过韩国，是一很倒霉的地方，它离那个38线非常的近，基本上越过38线一开炮就直接能炮击到汉城。所以汉城在朝鲜战争中间多次被占领，被北韩占领过，后来被志愿军又占领过2次，然后等等。所以呢，这个美军一定不是在幕后策划说侵略北朝鲜，因为美军当时措手不及。大家知道，如果蓄意发动战争，那参谋部会有完整的方案，就是这仗怎么打，有清楚的预案美军登陆开始帮助防守南韩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预案怎么打这仗，以至于上来一会儿一个连一个营的往上冲，结果被北韩打得屁滚尿流，把第1个师上去第24师美军的师长都给被俘了，被北朝鲜给抓住了那师长。所以先把这件事说了，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不是南韩主动进攻侵略北韩，而是北韩有组织有预谋蓄意的进攻南韩。但是我觉得这没问题，因为是人家国家内战，人家国家为了统一，不管是南韩蓄意进攻北韩，还是北韩蓄意进攻南韩，都是为了国家统一。我认为都不能叫侵略，只是说我们的历史课本那么讲有点不对。关于朝鲜战争的第2个，我想讲讲因为我在美国看到了陆战一师的战史，就是整个陆战一师战士光荣的战史，因为陆战一师是美国第1王牌军，其中讲到朝鲜战争这一段，尤其是讲到长津湖战役，让我非常感动。因为陆战一师战史里不但说了自己的光荣，还同时表扬了这个我英勇的志愿军的这个战斗精神以及素质，所以就稍微讲一下我看到对方的描述大家知道朝鲜战争按我的官方历史是叫5次战役之后当然就进入长达2年的那种互相阵地战了在这5次战役里最精彩的最激烈的以及最奠定朝鲜战争结果的就是第2次战役。第2次战役是规模巨大，应该算是两军倾巢出动。第2次战役的时候，美军的当时现役的主力部队也都上了朝鲜前线包括陆战一师包括骑一师都已经上了前线。毛在军事上是我要用好大喜功这个词儿其实也可以，他基本比较想打一个漂亮的大歼灭战打一个震动国际的那种诗人嘛，诗人都比较有激情，就不是那么理性。打听半天说美军谁是美军第1王牌大家告诉毛说海军陆一师是美军第1王牌师，老毛就说歼灭他，坚决消灭那个海军陆一师，把美军王牌师消灭了，这太光荣了。
于是呢，调动了当时在国内的最精锐的一个兵团，就是当时集中在福建前线，准备登陆台湾、解放台湾的三野的主力兵团，就是叫九兵团。九兵团是我军解放台湾的最重要的突击部队，所以九兵团是齐装满员44制的军师团，全都是44制的。因为大家知道我军的正常编制是33制啊。这个九兵团全是44制，一个军有4个师，然后每个师有4个团，每个团有4个营，然后配备的炮兵以及整个都是我军最精锐的。由于美国不喜欢国民党政权，已经抛弃了美国有清楚的声明，把台湾划在美国防御圈之外，那意思就是说你们随便，跟我没关系所以当时其实是完全可以解放台湾。但是6月25号北韩向南韩一开战，美军2天之后，美国就宣布说把台湾划入美国防御圈，然后立即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第1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我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就已经没有了。所以当时毛就决心说，干脆把这支最精锐的部队调到朝鲜战场的东线集1个兵团、3个军、12个师、15万人的最精锐主力，说一定要歼灭这个海军陆战第1师。当时九兵团全军从福建上火车，穿的是在福建南方的过冬的那种很薄很薄的那种薄棉衣，所以就是单衣吧，相当于，因为在福建过冬，你想并没有这个准备厚棉袄。但是在就预设的战场韩战东线的预设战场，这个长津湖地区当时已经到-30度的低温，你穿着那个福建前线的那个单衣单鞋到那儿是没法打仗。但是呢其实东北军区高岗当时亲自抓这个事儿，就东北军区的司令东北王那时候叫准备了大量的棉衣过冬装备，在各个沿途的火车站都在准备。但是九兵团这个火车一过山海关的时候，总参谋部亲自派人在火车站传达毛主席的命令，就是中央军委的命令，说全军一律不得下车，说为了快速的不能丧失战机，歼灭陆战1师，全军不能停车，直接进入进入北朝鲜北韩。然后当时那个九兵团的火车在东北过境的时候，东北军区的所有的官兵一看九兵团穿着福建前线的单衣，沿途所有的东北军区的部队都脱下自己的棉衣往火车上送。但是因为火车太急，中央军委命令特别急，所以大概只送了很少一点的棉衣。那四野部队都已经把衣服脱了，就因为实在来不及，就往车上塞了很少一部分。结果九兵团就全军15万人穿着福建前线的单衣，进入到-30度的北朝鲜的山区。于是九兵团15万官兵，这个是当时是三野，也是我军最精锐的主力部队，20、26、27军，其中27军是三野头等主力，就在我军的战史里叫三野头等主力27军，前身就是三野九纵。这个38、39军是东野，就是四野的1纵跟2纵，因为过去我军叫纵队，后来改编成军，是四野头等主力，三野头等主力九纵。九纵的大家知道，先后的这个纵队司令就是军长，都是我军最能打的悍将，就许世友那个聂凤智，这都是我军最能打的悍将。而且三野九纵创下各种辉煌战绩从孟良崮战役到那个27军里有一个团叫济南第1团，就是济南战役，我军第一次攻克大城市，第一个登城突破进南的就是三野九纵，然后那个团就是27军现在叫济南第1团。然后有光荣的战史跟那强大的战斗力的27军也在这个九兵团里，所以九兵团这个分头入朝。因为当时这个我军没办法大部队行动，因为我军非常惨在哪儿呢？这个火车只能到鸭绿江边，然后就下车以后就徒步进入朝鲜，因为天上全是美军飞机，你要是一个师大纵队在行军，立即就叫美军狂轰乱炸。所以我军当时入朝部队是非常艰苦，是一入朝全部分成以连为单位行军，然后白天不敢动，夜间行军，白天就是隐蔽，然后全军没有，所有卡车都被美军炸毁。九兵团原来有强大的重装备，炮兵等等等等，
啊，甚至还包括装甲兵啊，全部留在了国内，因为那个东西是没办法拉到北朝鲜去的，因为会被美军飞机发现，所以我军只带迫击炮，然后一个人背2颗炮弹啊，2颗炮弹以后就只能背一点粮食，当时还没有炒面，炒面是后来在周总理率领下全国人民给志愿军炒面，那是后来的事。2次战役的时候是刚刚开战，11、2月的时候，当时就是只是背着粮食，而又不敢生火，因为你只要一生火有烟，空中的美军飞机立即就满天都是美军飞机，所以就非常艰苦的分散成以连为单位行军，然后到了指定地点去集合。基本上到了的时候，粮食已经吃差不多了，人困马乏。当时因为我军不太了解美军，虽然有好多被俘的以及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啊，关在功德林里的呀，以及等等啊，因为是民族战争了嘛，跟外国人打了，所以主动在监狱里就要求说，我们都是美军培训的，国军都是美军培训，说我们了解美军，所以我们来。所以后来呢，就在那个我军总参里面弄了一间屋，这屋里是一群国民党被俘的什么投降的将领，在那儿出主意给我军，然后说美军是怎么训练的，怎么装备，他们的战术是如何。但是总来说，我军还是不太了解美军，所以我军还是以解放战争时期打国军的那一套，就打国民党军的那一套，就是2个军突击，1个军伏击，2个军直接就像正在向北行军的拖了几十公里的这个陆战一师就全面突击，就是一齐冲进去，然后差不多把美军分割成7、8段，就开始一通猛打。猛打到第2天早上，因为我军夜间突击嘛，白天不敢出来，才发现一个敌人也就一股美军也没全歼，但是一到白天，美军飞机全部都上来了，然后美军火力又强大，美国空军能做到什么呢？2军犬牙交错的阵地在一起的时候，美国空军敢向美军阵地和我军的只离50米，大家都坐过飞机，你知道从飞机上往下看，那50米就什么都不是。美军飞机能突击美军阵地对面50米的我军阵地，而且非常准确，主要什么程度？燃烧弹投到我军阵地上，美军阵地上那热浪过来能把头发都燎了，但是那就投到我军阵地上去，就以极其准确，而且当时长津湖战役其实是整个朝鲜战争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因为是2军的王牌主力对战，然后美军的飞行员都经常连续20小时、30个小时出动，也不睡觉了，就是在行军途中突然遭到2个志愿军主力军的突击，然后立即就收缩成6、7个环形防御阵地，就是找到村子也好，找到山头也好，然后立即把坦克全都围成圈，然后在炮兵开始遮断射击向远方，然后步兵，而美军陆战一师战斗素质也非常强，夜间拼刺刀也可以，而且并不像我历史里以前老教我们说美军怕死，然后我军英勇，其实都英勇。所以陆战一师就作为美军的头等第1王牌，所以战斗素质非常强，而且美军吃得好，穿得暖，就是零下30度，他们防寒装备什么，当然就这样，其实陆战一师也冻伤了不少人，因为那个实在太冷了，而双方的武器都被冻得很难开火。我军当时还没有这东西啊，大家在电影里看见的这玩意儿，这是第1次、第2次战役、第3次战役都没有，这是后来相持阶段，52年、53年的时候，苏军给我军换装，才有这么好的枪，这么大一弹鼓冲敌人突突。当时我军9兵团已经是我军最精锐头等主力啊，实际上能够装备到美式这个 M1 Thompson 这个枪的，我插一句话啊，这枪大家如果能发现一把真的那时候的枪，可值了钱。现在在美国国内收这个枪，只要是那时候真的 M1 冲锋枪，就或者叫自动步枪，$25,000一把，就是大家谁要是能捡着2把到东北前线去就发了。我军当时装备这个的，在9兵团这么我军最精锐的主力里都不能全装备这个，还是有相当部分部队拿的38大盖，就是那个日军当时2战时候的步枪。由于零下30度，我军的迫击炮没法发射，为什么呢？大家知道热胀冷缩，在零下30度那炮管收缩了，就比原来那个口径小了，那炮弹装不进去，所以迫击炮没法发射。枪呢是双方都是，美军枪也很难打，拉不开栓，然后就各个这个路段都出现大量的肉搏战。结果我看到一封电报，就是我军向中央军委毛发的，是说我军在肉搏战中间是吃亏的，
说美军人高马大，而且这个吃得饱穿得暖，就而且又勇猛，然后体力非常强大。我军当时已经经过长途行军，然后又冷，我军穿单衣，而且我可以再说一个非常这个细节啊，非常悲惨，因为零下30度是没办法脱裤子上厕所，你脱下这裤子你就冻死了，所以我军全部的屎尿都只能拉在裤子里。第二，大量的阻击部队冻伤严重极了，我军，我先说一下我军冻伤到什么程度。我军最精锐的9兵团15万人，围歼陆战一师这场战役，陆战一师大概是2万多人吧，大概伤亡打死有我们说1000多人，美国说几百人等等，冻伤伤减员几千人。我军15万主力部队减员9万，就是战役结束的时候，我军9兵团只剩6万人。其中这9万减员里，只有不到一半是前线的死伤，大概有5万多人是冻死或者冻截肢了，就丧失战斗力了嘛。不像你打一枪伤了，你治好了还能上前线。所以主力部队在阻击的主力部队经常出现，旁边追的部队追到那儿，知道前面有我军，然后就突然我军阻击部队一枪没开，美军也都傻了。美军过去的时候看到我军全军趴在地上，已经全冻死了，就拿着枪就这样。所以阻击部队连续的趴在零下30、40度的那个阻击陆战一师部队就成连成营的都冻死了。当然了，有一点是两军战士都承认的，就是我军全歼了美军一个团，这是27军最英勇的一次战斗。这个陆战一师呢，当时还加强了陆军第7师的一个团，叫31团。这个团的战斗素质跟陆战一师就不能比了，因为第7师本身也不是美军陆军的王牌师，所以在就大家混作一团、打作一团的过程中，我军成功的歼灭了31团的大部分，并且连续打死2任团长，就是先把他一个上校团长给击毙了，在混战中，然后马上就又有一位军官就代替他成为新一任团长，这哥们上任还没半夜又给击毙了，就是我军连续击毙美31团2任团长，并且缴了31团的团旗。这面31团团旗现在就还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是在我整个朝鲜战争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军出动了3、4野2个野战军的全部的精锐主力，只有2次歼灭了美军一个团。所以后来彭德怀曾经给毛发一封电报说，现在看来打美军不像我们以前打蒋军那么容易，说我军集中一个军歼灭敌人一个团，就已经是最大限度的这个能够做到的，要再往下做不到。说您那个让我们上来就歼灭陆战一师这事儿，看来是做不到。所以美军并不像我军描述的怕死啊、少爷啊，也不是，也是身经百战的老兵。美军的工兵冒着我军枪林弹雨，居然在长津湖的山里头修出一个临时机场，就这件事儿简直是这太没想到。于是呢，美军就把伤员全运走，没有了伤员的这个拖累以后，就立即就都马上就从各个被包围点都汇集成了一支大部队，就开始撤退。那突围的过程很多细节的战斗那个等等我就不讲了吧。我讲2个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是我军万没料到美军能空投这折叠桥。因为我军以前的战术就是只要在关键地方卡住了美军的敌军，这事儿你跑不了了。当然在西线最明显的就是38军堵住美军那一次，38军丁盛那一个师勇猛穿过所有美军，在美军后方占领了，而且到了那儿发现旁边还有一条小路，又派了一个团把小路占领。美军整个军往后退的时候，好几个美军师一齐进攻这一个师，志愿军居然牢牢守住，以一个师挡住全部美军退路，然后被彭总打电话嘉奖，叫38军万岁，38军万岁。然后38军从此以后有了一个著名的称号，叫做万岁军。长津湖战役三野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就炸了桥你还能走吗？结果万没想到美军从空中空投那种折叠桥，然后工兵冒着枪那里就能修出一个桥来，马上然后又能走，这是我军没想到的。于是陆战一师就继续突围跑。而且我军的跟美军的这个伤员的死亡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军的伤员死亡率并不高，伤员死亡率大概只有20-30%，大概这样。我军的伤员死亡率是超过50%的，因为我军的医疗的这个困境比美军大多了。美军能做到几分钟内就爆炸，1小时能到后方医院，3个小时、4个小时能到东京的大后方医院就去做手术去了。我军是8个小时，爬8个小时，当时志愿军部队是负伤的伤员要爬8个小时才能到后方医院，啊，1-2个小时才能接受第一次爆炸，大概是这样的难度。所以在这过程中，伤员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战争中怎么计算伤亡和丧失战斗力。基本上1个人受伤就有3个人丧失了战斗力，因为这1个人受伤就得有2个人把他抬下去，啊，就算1个人背，1个人受伤就1个人，另外1个人也不能打了，你得把他背下去。所以并不是让大家简单的加减的计算说，15万人减员9万，那6万人还能继续战斗，你也不能把伤员全扔那儿，大家就继续战斗去了。基本上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如果伤亡到了30%，这支部队就已经没有战斗力了，就得撤下来了。所以你想，我军15万人伤亡9万人，那剩下的6万人并不是说还能再继续打，所以几乎是打到就是已经就是油尽灯枯。在这个陆战一师战史里写到说，我也是退到袁山岗的时候啊，胡子拉碴，衣衫褴褛，因为几十天的这个混战，一路连追带打，然后但是呢，为了保持陆战一师的荣誉，大家穿着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床单什么乱七八糟花花绿绿，鞋底也掉了，当时还是几乎齐装满员，全军整队高唱陆战一师军歌，然后列队行军，然后就是保持陆战一师的荣誉感。说居然在这个时候还有500多人的不要命的志愿军捡起美军丢弃的小钢炮，继续向袁山岗上的船开炮，然后继续向美军发起追击。这已经是肯定是不行。最后美军战士也说，对那个500那个志愿军战士是非常的敬佩。当我们回忆朝鲜战争的时候，当然绝对不能忘记那些为了保家卫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在攻打931高地时，邱少云被敌人打来的燃烧弹烧着衣服，直至烧遍全身。但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他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痛，像一块巨石一动未动，不发出一丝声音。年仅26岁的他壮烈牺牲。上甘岭战役，通讯员黄继光挺身而出，毅然扑向喷着火舌的机枪口，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顺利为冲锋部队开辟通路。年仅22岁的他壮烈牺牲。这样牺牲的战斗英雄何止千万，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吓破敌人的胆子，让我们取得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下面请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哀悼。长津湖战役是在陆战一师的整个战史里是作为最光辉篇章之一记录的，几乎与瓜岛战役、硫磺岛战役并列的陆战一师最光荣的战役。但是长津湖战役在我军三野的战史里也作为最光荣的战役记录的。我军成功的击退了陆战一师，然后陆战一师从袁山岗上船走了，然后再加上西线四野的努力的战斗，美军全军退过38线，等于二次战役以后，在北朝鲜境内就没有再发生任何战斗，直接全军推进到了38线。所以从战略目标上来讲，应该说三野九兵团胜利了，就成功的把击退了陆战一师，然后成功的收复了北朝鲜土地。从战术意义上讲，三野九兵团作为我军进攻台湾的突击兵团，最精锐的44制编制的兵团，几乎是全军打残，全军丧失战斗力。长津湖战役以后，三野九兵团就退回了国内，在国内进行了长时间的休整，补充兵员等等，补充了大量的兵员，包括从福建前线把解放台湾的其他部队整师的这个向九兵团补充，并且九兵团原来的每一个军是有4个师的这个编制，
退回到国内整编的时候呢，每个军就拆散了一个师，就只剩3个师，然后重新整编，还在当地的东北补充了大量的翻身农民，就是土改以后翻身农民。陆战一师几乎是完好无损。但是陆战一师的配属的陆军的那一个团被我军全歼。战术意义上讲，陆战一师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就是未能毛原来认为九兵团能全歼这个陆战一师，创下一个辉煌的国际宣传效果的这个没能做到所以叫战略上我军赢了战术上美军可以说是取得了优势吧，战术上整定湖战役讲完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军的反斜面战术。就我军也是一支身经百战的部队，要打过各种各样的那个仗，什么从北方平原到南方山区水，就是那种江河湖海的都打过，所以我军是非常善于总结跟转变的。然后我军在头2、3次战役之后，发现美军的火力太强，这个我军完全没办法跟美军正面对撼火力。我看过韩先楚将军的回忆录，里面写到说惨不忍睹，他到前线看到我军因为朝鲜都是山嘛，我军驻阵地一开始在正斜面，所以正斜面就是你们是敌人，就对着敌人那个山坡驻阵地。正常打仗都这么打嘛，让你仰攻嘛，你仰攻我在山上扔个石头都行。但是我军正面阵地，韩先楚回忆里写说，美军到了1顿炮，飞机正面俯冲，然后大炮坦克排成一排，正面对着我军阵地轰，1顿炮轰完了以后，我军阵地上已经没人了。之后呢，两军进入长时间的阵地战的时候，我军发明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在世界的战史里都没有过，然后被列入各国军事教材里的一个战术，叫做反斜面战术。这反斜面战术什么意思呢？就这是山，对着敌人叫正斜面，背着敌人就是你在那边这面背后这边山坡叫做反斜面，就在背后这个山坡这儿驻阵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炮是抛物线，这个炮弹是这样打出来，靠抛物线落到你的阵地。当时还没有导弹美军也没导弹，所以这炮弹抛物线是这样的，你在反斜面驻阵地，它这抛物线它就过去了，它打不到这个阵地。如果他要想打到这里怎么办呢？要用榴弹炮，因为榴弹炮是可以到过45度这么大的抛物线才能打到这个反斜面阵地。但如果要打到这么高的抛物线打到这个反斜面阵地，你需要把炮拉得很近。但是当美军把炮兵阵地向近拖到山脚根下，打这种抛物线打反斜面阵地的时候，我军就立即突击美军炮兵阵地。然后我军怎么突击美军炮兵阵地呢？就是在反斜面这儿穿过所有的山肚子，打隧道。所以大家看到上甘岭就是这样的，就当我军进攻的时候，突然把隧道这头打开了，然后就马上从那儿出去就突击你阵地。这个战术美军是没想到，而且就依照这个战术，居然在5次运动战之后，跟美军在阵地战中间居然就还耗2年。反斜面战术虽然成功的这个把阵地战稳住了，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后来出现了大量的数以10万可能更多的志愿军战士回国以后得了矽肺病。矽肺病的来源就是我军在朝鲜全是石头的山里，因为你在反斜面驻阵地，你需要开隧道到那个正斜面去，所以数十万志愿军在那里面开隧道。当时又没有防毒防尘的面具，所以就大家就这么把开隧道的时候大量的粉尘吸进去，所以志愿军回国以后出现大量的矽肺病，这就是当时反斜面战术的一个副作用吧。当然我军又还发明了好多冷枪冷炮战术什么，经常美军一撒尿就出现了很多英勇的狙击手，一会儿打死一个，一会儿打死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反斜面战术运用成功，导致在3-8线附近的长时间的阵地战中，我军不落下风。当然了，还有几个原因是也很重要，一个就是这个反斜面战术起了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苏联空军的参战导致了很好的就是后方的保护。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军后方被炸得一塌糊涂，全军6个军，最多的时候9个军在前线作战，只有20辆卡车，
就完全没办法补给，一切都没有。所以我军战线一长，后来美军就发现一个管我军叫星期攻势，因为我军的攻势永远只能持续1星期，就炮弹粮食全没了，所以我军后来就已经没法打了这仗，所以我军只能停在了38线，跟美军开始阵地战。反芯片战术加上苏联空军参战，这个苏联空军参战我要稍微说几句，是很有意思的，是叫一个公开的秘密。其实美军也知道苏联空军参战了，虽然苏联空军都穿着志愿军的军服，然后飞机都涂成中国或者北朝鲜的军机徽，因为双方都不想打第3次世界大战。但是呢，朝鲜战争不光是一个孤立的，开始南北朝鲜打，后来美军加入，后来联合国通过决议，联合国军加入。那中国打的时候，其实是整个东方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东欧的那些社会主义都支持。然后呢，苏联空军是从一开始其实就已经参加战斗，因为我军当时并没有空军。那苏军呢？但是苏军呢，一开始很保守，就是只保护东北后方基地，就是只到鸭绿江就不过江，在那掩护后方基地。所以，但是其实美军也并没有打算越过鸭绿江去轰炸中国后方基地。虽然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提过这建议，但是被美国政府给否定了。美国政府还是不想真的公开的就去轰炸。当时蒋介石还提出来说，趁机我们反攻大陆得了。你看三野主力也都到了北朝鲜战场，福建前线主力都去了朝鲜战争，那还有几十万国民党军在台湾呢。第7舰队又开始巡航台湾，保护台湾。所以当时有几个方案有轰炸东北的，麦克阿瑟甚至提出过用原子弹轰炸东北后方的志愿军基地都有美国政府否决蒋介石觉得机会大好。你知道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蒋本来已经很颓了，在小岛上，突然听到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极为兴奋。日记里也写说这个就是那个反攻大陆时机到了然后等等，因为他敏锐看到有可能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蒋当时呢也向美国提出来说，为了配合你们，干脆我就反攻大陆，在福建登陆，美国舰队配合，然后被美国否定了，因为美国还是不想挑起更大的战争。后来蒋还提出来说，要不然我派个40万国民党军，因为我也是联合国的成员嘛，而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为当时联合国里面的中国席位是中华民国，一直到1971年20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代替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里行使那个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这个权利。当时中华民国就是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投票的时候当然也投了赞成票，就是这个联合国出兵。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国在后来报道这个比如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也是联合国通过的出兵的决议，也是那么多国家一起去保卫科威特，等于收复科威特，打这个侵略者伊拉克的时候，不是后来这个伊拉克战争是当时布什他爸老布什时代，那时候打伊拉克是正义的，因为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公然侵犯吞并了一个主权国家，联合国通过决议，大家出兵。我国的所有翻译都把那支联合国军翻译成多国部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国包括我国政府对联合国军这4个字非常敏感，因为朝鲜战争我军对面的那个敌人就叫联合国军，当时有17个国家都出了兵跟我们打还菲律宾还出了兵当时菲律宾还能出点兵，今天菲律宾已经连一架战斗机都没有也没什么军舰，也跑到黄岩岛来闹一闹。当时最逗的是讲说我们也出兵，我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7国出兵，我们当然要出兵了。说我们当时讲说，你既然不让我从福建反攻大陆，那我干脆派40万国民党军，你打到鸭绿江了，我就直接过鸭绿江了，就打过去了，我也再从那儿反攻大陆也可以。然后被美国严词拒绝，因为美国的痛苦的回忆就是以那么多飞机大炮装备支援这个国民党军，结果在解放战争中被小米加步枪的我解放军给打残了。美国说得了，谢谢您，就您那国民党军您还是别来了，别给我捣乱了，你也别闹了，您没你我还能好好打，有你就全捣乱，就有点像在东线二战在东线意大利军队对德军的那种倒霉一样。德军最后说意大利军队什么罗马涅你就别来了，你来一会儿你就被突破了，一会儿你就投降了，然后我还得去照顾你。刚才讲到苏联空军，苏联呢当然是非常想让我们冲在前面跟美军较量一下，
然后看看，因为反正大家都分成了东西方阵营，准备长期的，大家都准备未来要干一场嘛，所以我们冲在前面啊，在前线打。苏联呢，后来出了很多的武器，后来苏联几乎把我军的前线部队全都换装成苏军装备了。当时的苏联空军的战斗机米格15，实际上至少不弱于美国的 F-86，甚至比它还强一点，就火力比它强一点，各方面性能都不弱。不像现在打起来，美军的空军那个技术装备的那个悬殊太大。当时其实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因为美军也没导弹，空军米格15跟 F-86差不多，然后炮也差不多，只是美军特别多，我军特别少。苏联空军整整出动了一个军3个战斗机师，但是我军开始多次要求这个苏军还出动轰炸机轰炸美军的陆军跟阵地，被斯大林严词拒绝。因为你一旦接到前线被击落了，你如果被抓住一个苏联飞行员，这在国际上苏联认为自己特别被动，说美军就可以展览了，说你看苏联你也来参战，那咱们就变成世界大战了啊！苏联怕这个，但是其实美国也怕这个。当时这么近距离空战时候，实际上都能看见脸的。美军飞行员多次回来汇报说，看见那涂着中国机徽的那个里边坐着那飞行员是一老毛子，是一人高马大的那种苏联人。而且虽然苏联空军严禁在步话就是通讯中使用俄语，可是战斗中间没办法。你想四级编队对四级编队空战的时候，那长机跟僚机说话，那战斗那么紧张的时候还得说什么？那就直接说俄语了。结果说俄语也被美军收到了啊！苏联空军呢，开始是想这个训练部队嘛，拉上2个师，结果被美军打得很惨，因为美军都是参加过2战老飞行员，所以苏联后来也没办法，把驻守在库宾卡基地的就拱卫莫斯科的王牌，就是叫近卫空军战斗机师。大家知道苏军的精锐部队前面都有近卫俩字，就都是参加过2战的老师团。最后苏军想说，咱也别那个太叫人看不上了，咱也出动那个主力部队吧，而且战绩立即就不一样。苏联近卫空军师到了前线，跟美军几乎能打成1:1的损失比。后来推进到39度线，就是这不38线嘛？后来苏联空军推进到39线，就是掩护北朝鲜我军后方的这个交通和后勤。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战史啊，双方都往自己脸上贴金。我看到的苏联的战史写的是苏联空军在前线跟美军的损失比是1:3，就是击落3架美军飞机啊，自己才被击落1架，那当然是很光荣的了。可是我看到的还不是美军的战史，我看到的麦道公司的公司史，因为这个麦道一直是美军主力战斗机提供商嘛，然后他在那自己公司介绍里，我在一次防务展上看到麦道的那介绍贴在墙上说，我们的产品就是他们的战斗机，在朝鲜战场上和对方其实就是中朝苏，总的来说，对方写的这个损失比是1:14，就是美军每击落14架对方飞机，中苏朝的，自己才损失1架，这加起来差了有40多倍的这个。包括朝鲜战争的每一场战役的这个损失比啊，我军的记录消灭多少美军的记录其实也有很大的差距。包括抗日战争的时候，日军的记录跟我军的记录也有很大差距，有机会都可以给大家讲讲。实际上，朝鲜战争并不用打3年，实际上在第2次战役结束以后，就是美军全军退回38线，我军只是连平壤还没收复，美军就自己已经退回38线啊！我军兵不血刃占领平壤，然后推进到38线的时候，在联合国就出现了一个叫13国方案。这个13国方案实际上是对双方都很好的一个方案，但是当时我国的外交实在是没经验。第一就是坚定的认为资本主义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铁板一块。然后，所以就其实不知道他们那个西方阵营里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像东方阵营，因为都是一个党，都是共产党，所以都是铁板一块，中苏啊、波兰啊、捷克等等。西方的那阵营可不是铁板一块，他们那个西方几十国家并不是一个党，他们有的是左翼党执政，工党执政，英国的，有的是右翼党执政，所以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那出现很多同情中国的声音，也出现很多不想扩大战争到打第3次大战的声音，所以出现了一个13国
提案，这个提案其实很公平，就是说大家因为反正又都回到38线了嘛，两军，所以大家就还是像开战前一样，就还是38线，然后所有外国军队退出朝鲜，就是中国军队退回去，17国这个联合国军退出，啊，几乎就是这么一个协议。但是我国发表声明说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提出了这个声明，当时当然了，那个南韩的李承晚，北朝鲜的这个金日成是最不想停战的，因为双方都想趁这个机会，李承晚想利用美军干脆给全国统一了算了，然后金日成想利用我军把全国统一了算了，他们两方是不想打，是特别想打。啊，继续打，我军又继续向前，占领了汉城，因为美军打回来，然后我军又打，然后等等，最后阵地战2年。结果这2年中间，由于美军空前强大的军事力量，导致最后我国接受的那个停战协议里，有2条是远远没有原来的13国方案好。一条就是最终不是在38线，是在各自既定占领的地方停战。所以今天的这一条南北韩的停战线是差不多是38线，实际上是美军占领的38线以北的，比我军占领38线以南的要多，所以实际上是亏了。但是这个亏了当然是北朝鲜亏了，还不是我们亏了，所以无所谓了啊。我们最亏的一件事就是我国最后被迫接受了美国提出来的叫战俘自愿遣返原则，按战俘个人的自由的意愿，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愿意回大陆的回大陆。结果最后我们打到53年实在打不下去这仗，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快崩溃了，当时已经占到了50%以上的这个预算都是军费了，在那打，所以我们也撑不下去了，前线也明显的也打不了美国。最后我被迫接受了自愿遣返原则。自愿遣返原则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我军被俘的25000志愿军，居然最后19000人选择去了台湾，只有6000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到了大陆。但是战俘营里发生了激烈的那个斗争啊，因为美国虽然拒绝了蒋介石出兵到朝鲜战场，但是还是同意他派了很多政工人员到战俘营里去，一开始是叫游说，就是劝你去台湾吧，去台湾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里有大量原来就是国民党军的这个俘虏兵，所以很多人是自愿去台湾，还有一部分呢是被台湾游说，就是给你什么条件，你到了台湾，当然还是参军啊，以及给他，再有一部分呢是胁迫。当时在战俘营里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我最后能有6000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到祖国，有一个叫巧合的事儿，就是也不叫巧合吧，原因是因为那里边有坚强党组织。为什么坚强党组织？因为我军有一个师全师被俘，是我军朝鲜战争中打得最惨的一次，就是60军的180师，180师被隔断在这个38线以南。当我军被美军追击的时候，往38线退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军本来打到37线了已经，被美军追击退回来的时候，180师被隔断在敌后，最后未能突围，全师被俘。全师被俘以后呢，就出现了师级干部。这个师级干部是很重要的啊！你要知道，志愿军实际师级干部都是老红军，因为你要抗日战争才参军，你是绝做不到师级干部。所以这些师级干部被俘以后，在战俘营里组织了坚强的党小组，然后有了党委，有了党组织。我们被俘的有副师长、有团长、有团政委等等等等，以这些高级干部为中心，组织了战俘营里坚强的党组织。这党组织坚到什么程度呢？不但跟国民党派来的大量的特务说是游说啊，其实他们有那种坚决不愿意去台湾的，还出现过就是被暗杀，被掏心就剜心掏肺什么，很残酷的，绑架了美国战俘营的司令一个将军，当然可能也不是一准将什么的，然后就继续谈判，说我们要求回祖国，然后最后当然了，美军表面上还是说大家自愿遣返嘛，所以最后在交换战俘的时候，其实很壮烈的，19000人自愿去台湾，还剩6000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交换战俘的时候，美军战俘当然也没多少啊，穿着我军给的，我军对美军战俘好到什么程度？在前线被俘的美军，我军都冻成那样了，零下30度，然后没吃没喝，给美军战俘吃得饱，穿得暖，这我军一向这样。然后美军战俘穿着我军的特好的衣服，然后还跟我军谢谢什么这那，我军6000战俘脱光了衣服，就是说帝国主义的衣服都不要，赤身裸体回到
我军一方，就是说我们对党的忠诚到这个地步，就是连敌人的衣服都不穿。美军也有那么10来个人说自愿留在中国，不回美国了，这样大家算对等自愿全返。然后美军呢特逗，美军前晚的时候，全体美军战俘冲着那个10几个那个留在中国人喊叛徒叛徒叛国贼，然后等等，那10几人就这样高唱国际歌，当地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说我们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所以我们对你们那个什么叛国对我们没用。后来这些人留在中国，大部分1958，我们给他条件说，任何时候你想回国，我们再送你回国。所以58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选择了还是回到美国。人58年最后我们从朝鲜撤军嘛，但是有3个人留在了中国，都是娶了中国老婆，然后留在中国教英文了，当老师了。有一个娶了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忘了是波兰还是捷克的女教师，也留在中国。就3个人最后留下来。我们这6000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来以后，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是关日本战犯的地方，这些忠诚的共产主义被当战犯关在里面，每个人都必须要写我叛国了，我投降了，我意志不坚定啊。因为在我东方民族的伦理里，不光中国啊，也包括日本，也包括韩国，认为投降不是被俘是一件极为这个有失这个军人荣誉的事情，所以觉得就说你为什么？那你负伤了，你为什么不死啊？你为什么要被俘啊？所以这6000人全部被开除了军籍，然后开除了党籍，然后永远也找不到工作，然后不停地被迫害，在每一次运动中都被迫害。我看到一个我们清华的学长的回忆录，这清华回忆录他是清华英语系的，当时是志愿到前线去当翻译，那时候人都特别爱国，然后就到前线，他正好在180师当翻译，于是跟着180师就被俘了。被俘以后，他在战俘营里呢，是负责我们党组织和美军战俘营这个谈判的，那么英勇的共产党员，最后被开除了军籍，开除了党籍。到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战友当时选择去台湾的，变成台商了，回来投资，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东西方对对军人的伦理的完全不同的理解。中国、日本、韩国都认为被俘是一件非常就应该自杀。就不能被俘，然后美军就认为这个是为国。美军内战的时候更是了，那李将军南军的总统投降以后，受到全美国人民的尊敬，因为在美国的伦理道德里，被俘就是为国做出的牺牲，被俘过的这个人回去受到巨大尊重，因为你不但英勇战斗，你还为国受苦了。美国，你知道日本投降的签字笔那么重要的文物，麦克阿瑟在最后日本投降书上代表全体盟军签字的时候用了5支笔，其中有1支笔就送给了在菲律宾向日军投降的，在日军战俘营里关了3年10个月的这个温赖特将军，就是感谢他为国做出的这个牺牲。所以在美国的这个民族的伦理里，被俘一点都没有丢人，所以美军战俘很高兴就走了。所以这个是战俘这件事是我军的一个重大的伤痛。6000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国以后遭到那么长时间的迫害，我觉得也是我国的重大的伤痛。我觉得这件事以后一定要给一个公平的说法。这些人是忠诚的我军的军人，是英勇的我军的军人，是我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应该恢复所有的地位的。最后说一句，我到汉城去看过战争纪念馆，我很惊奇的，当然我以前听到了，但是我没有亲眼看到过。在战争纪念馆里有一份停战书，在这份协议书上最逗的是，到现在南韩也没签字，韩国到现在拒绝在这份停战协议书上签字。当时因为李承晚非要让美军继续打，因为他想统一他的国家，好不容易有个机会美军来了，美军都不愿意帮你再去卖命了。金日成也是，金日成最后跟彭德怀拍桌子，等说打呀，到3七线打，彭德怀说打什么，炮弹也没了，是粮食也没退，就往38线退。然后两边都想利用别人的血啊造自己的工业，当然统一也无可厚非啊。但是最后呢，中朝美3方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了，韩国坚决拒绝签字，就祖国不统一，战争不结束。所以到现在实际上从法理上来讲，
韩国还处在战争状态，它并没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在战争状态里，战争状态在法律上是不一样的。战争状态里是可以有军法，是可以戒严，是可以有很多种就超越和平时期的法律可以执行的。所以这一点也挺逗的。这是朝鲜战争说的最后一点，就是韩国到现在没有在朝鲜战争停战协议上签字，是一个依然处在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好，朝鲜战争讲完了，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还会给大家讲讲，比如说，打越南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红军时期都很有意思，包括国外的。